深夜的东京，气温跌破0度，新宿大久保公园的路边，一群化着精致妆容、穿着名牌大衣的年轻女孩，每隔2米站着一个，都在低头狂刷手机。半夜3更站街上干嘛呢？等网约车吗？千万别过去搭话，凑近看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手机屏幕上永远亮着备忘录，上面写着冷冰冰的几个数字：1.5、2、3。这是什么？这是他们今晚这副肉身的实时牌价。街上没人吆喝，没人在讨价还价，大叔们就像逛超市一样，在冷柜前翻捡07打折的冻肉，眼神对上，男人微微点头，女孩一扫手机，立刻像个没有声带的影子，绝不开枪，保持着整整2米的距离，默默跟在男人身后走向情人旅馆。有人说，这不就是最古老的皮肉生意吗？大惊小怪什么？嘿，如果你只是看到了搞钱，那你根本不懂这台机器有多恐怖。今天岛主带你切开大久保公园的这层皮肉，我们不谈道德，不讲对错，只剖析机制，看看资本算法和虚幻信仰是怎么把一个活人格式化成一台没有痛觉的赛博提款机的。先看一个荒谬的经济学现象，这几年日本物价疯涨，连居酒屋的毛豆都贵了，但唯独在大久保公园出了一件怪事，底层硬通货肉身竟然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通缩。以前在风俗店怎么也得3、5万日元起步，疫情后年轻女人大量涌入，供给严重过剩，现在大久保的均价直接腰斩，15000日元折合人民币不到700，最卷的时候甚至有人开出1万日元包食的跳楼价。这就奇怪了，合法合规的风俗店不去，有保安有底薪不香吗？非要在零下2度的冷风里危险的摆地摊，因为他们被洗脑了，中了去中心化的毒。女孩们觉得去店里要被黑帮抽成，还要守规矩，我自己站街，我自己接客，我就是老板，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Too young too naive， 太天真了，实体的吸血鬼是没了，但赛博屠宰场更狠，没挨黑社会的打，却被算法吸干了血。为了抢客人，他们只能在网络介绍里疯狂贴标签，可接老头，可不带套，极端物化自己，甚至暗示能碰违禁药。更绝的是什么？网络黑市里全是所谓的赛博星探，躲在键盘后面用假照片钓鱼，客人下单，中介一指派，大久保街头的女孩就像外卖员一样被派去酒店，中介动动手指，凭空抽走40%。什么叫剥削的降维打击？在实体店，客人敢动手，看场子的小弟会拿棍子进来救你。在这个赛博盲盒里呢，你在情人旅馆遇上变态，遇上骗子，你惊恐万分地发消息求救，对面的赛博老鸨只会冷漠地点一下头像，一键拉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在这个资本局里，你不是老板，你本身就是货架上那个免油的雪豹。卖方看完了，转头看看买方，这些来挑大白菜的买春大叔图啥呀？图好看，图服务，拉倒吧。街头盲盒能有什么高级体验？我们要切的是第2层机制，降维打击下的救赎者错觉。日本的职场像个终身监禁的牢房，论资排辈，压抑至极。一个中年男人在公司的地位可能还不如老婆养的狗，他是一枚随时报废的螺丝钉，尊严常年在谷底。可是只要他走进大久保公园，手里攥着区区2万日元，奇迹就发生了。前头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可能比她的女儿还小，在冷风里冻得发抖。就因为她这几张钞票，女孩对她低眉顺眼，百依百顺。这种极其夸张的落差感，让她1秒体验了当皇帝的幻觉。掏钱的那一刻，他甚至不觉得自己在嫖，他觉得自己很崇高，是我用钱救了这个落魄的丫头。说白了，他们买的不是性，他们是在花钱买一场绝对权力的微缩模拟。2万日元买不来真正的尊重，但能买到一剂廉价的强效镇痛剂，用来麻痹自己这千疮百孔的自尊心。这交易多划算呀！女孩物化了身体，男人买到了权力的图腾。前2层说破天了，也只是经济账和心理博弈，这最深的一层绝对震碎3观。千万别以为
这些女孩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快饿死了。警视厅抓了上百好战奸女，调出卷宗，发现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数据：有1/3的人手里攥着屈辱换来的钞票，一转身直奔马路对面的新宿东宝大楼，那里是全亚洲最大的牛郎帝国。在这边被人像烂肉一样践踏，回头跑到牛郎店，把钱砸在一个可能连他的真名都不记得的头牌身上，就为了还清那几十万的卖挂金，也就是赊账。太反直觉了吧？被冷风吹着，被变态折磨，就为了去给幻觉买单。这就是最恐怖的心理陷阱，宗教式的自我献祭。这群女孩很多是原生家庭破裂的边缘人，在社会上她们是商品，是数字，是垃圾，没人把她们当人。直到进了牛郎店，那个男人说：宝宝，这个世界上就你最懂我。如果你以为他们是被逼的，那就错了，他们是自愿的，甚至他们需要这种受虐感。如果只是去便利店打工赚差价，那太慢了，也太无聊了。但在大酒保，他们受的屈辱越重，遭遇越变态，他们反而觉得越充实。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为了男神受苦，我的爱才显得伟大，才显得纯粹。他们不是在找对象，他们是在找信仰。身体就是这张献祭台上的祭品。大酒保受刑，牛郎店朝圣，只要能填满心里那个巨大的黑洞，多少钱，多大的代价，在他们眼里都不算什么。这跟被传销洗脑毫无区别。一台吃人不吐骨头的榨汁机，当地政府怎么管的呢？新宿区政府出了一个馊主意，拆围栏，觉得把路边的铁栏杆拆了，站街女没地方靠，站累了自然就回家了。这就好比病人在地上吐了血，医生决定把地板给铲了，抽走那一根铁杆子，能把心里那个无底洞连根拔掉吗？能抹平他们背的巨额债吗？大酒保待不下去了，去小巷子，去推特，去加密软件的犄角旮旯，只要这套允许用情绪洗脑、凭空制造巨债的潜规则还在，机器就不会停。警察打压得越狠，暗网里的刀子切得就越深。看到现在，你是不是觉得这帮女的无药可救，觉得她们被牛郎骗得团团转，蠢得冒泡？但我们先把上帝视角关了，我们自己呢？你在大城市里挤地铁，给一个能力不如你的傻帽老板打工，天天被 PUA， 加班熬夜掉头发，为了什么？为了一套几十平米要背30年债的钢筋水泥？为了买一个根本装不了什么东西的奢侈包包？为了让别人觉得你是个成功人士、体面人？我们嘲笑人家为了一个假惺惺的牛郎去卖身体，可我们自己不也是在把这辈子唯一的青春、健康、寿命当柴烧，去供养另一套名叫做阶层成功的幻觉吗？大家都在出卖点什么，他们脱衣服，我们卖寿命；他们被牛郎收割情绪价值，我们被消费主义收割剩余价值。有什么可指责的，又有什么可优越的？今天这把手术刀先切了物价，再切了自尊，最后切开了牛郎的连环套，最后切回我们自己跳动的脉搏上。说到底，大家不过都是被管子插在身上的实验品，只是管子的尽头连向了不同包装的营养液罢了。不扯虚的，各位局中人，在这个绝对没有熟人的评论区留句实话，那个让你明知是在抽血，却又让你心甘情愿插上输血管去干去熬的牛郎，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里是用最正经的方式讲述不正经事儿的岛国那点事儿，别装了，我知道你懂。我们下期痛快点聊，拜。